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。今天我们会谈到，一个人真正的觉醒是对所有关系的绝望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一种关系的归宿，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。我们渴望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。然而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，甚至觉得离开了某些关系，生活就失去了意义。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看似消极却充满力量的观点：一个人真正的觉醒往往源于对所有关系的绝望。觉醒的起点，从失望到绝望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对一些人寄予厚望，希望父母能理解自己，希望朋友能时刻支持自己，希望恋人能无条件爱自己。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。父母或许无法完全理解你的梦想，朋友也可能在关键时刻缺席，恋人有时也会让你感到失望。每一次失望都是对你的一次敲打，直到有一天你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所有的关系都不如想象中那般牢靠。记得有一次，小李深夜被工作上的烦恼困扰，便打电话给一位自认为最亲密的朋友。可是电话那头却传来困倦的声音：这个时间了你还打电话，不就是工作上的小事吗？明天再说吧。那一刻，小李心里五味杂陈，这位朋友的冷漠让他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并不能随时随地依靠别人。这种一次次的失望，最终可能会让你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。是否所有的关系都是如此脆弱？是否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支持我？在这种绝望中，有些人会崩溃，而有些人则会在这份绝望中找到觉醒的力量。2. 绝望中的幽默，学会自嘲。绝望并不意味着你要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，相反，真正的觉醒者往往能从绝望中找到一种奇妙的幽默感。他们懂得自嘲，懂得调侃生活的无常，甚至能在最灰暗的时刻给自己开个玩笑。小张是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曾经在一段感情中投入了全部的情感和精力，可最终却以分手告终。失恋后，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相信爱情了。然而有一天，他忽然想通了，既然爱情是这么不靠谱的东西，那为什么不笑一笑呢？于是他在朋友圈里写道：爱情啊，就是一场没有回头票的过山车，下一站不知是谁家的菜园子。这句幽默的自嘲不仅为自己，也为他的朋友们带来了会心一笑。正是在这种自嘲中，小张慢慢走出了失恋的阴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当你感到绝望时，不妨学会用幽默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处境，笑一笑，或许事情就会变得没那么糟糕。毕竟生活中很多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倒不如以一种轻松的态度去面对。3. 觉醒的力量，从他人到自我。当你对所有关系感到绝望时，或许会发现一个隐藏在绝望背后的真相：你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这个觉醒的瞬间，往往会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。小王曾经是个典型的社交达人，每天忙着和朋友聚会，参加各种活动，总觉得自己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关系。可有一天，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这么多关系中迷失了真正的自我。他不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，总是被别人的期待和意见所左右。这种对他人关系的依赖，反而让他失去了内心的平静。在一次长假中，小王决定暂时断开所有的社交联系，一个人去山区独自旅行。在这段与世隔绝的时间里，他终于有机会与自己独处，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旅程结束后，小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觉醒，原来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不是外界的关系，而是内心的宁静与自我认同。不要害怕独处，学会与自己相处。当你摆脱对外界关系的依赖时，你会发现内心的力量与宁静，那是任何外在关系都无法替代的财富。4. 觉醒后的选择，重新定义关系。觉醒并不意味着你要彻底放弃所有的关系，而是让你重新审视和定义这些关系。觉醒后的你懂得了关系的本质，也不再对他人抱有过高的期待，而是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和处理这些关系。阿丽是个单亲妈妈，曾经对婚姻充满期待，但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，她对爱情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然而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中，她慢慢觉醒，意识到自己对幸福的定义不应完全依赖另一半的存在。她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成长和孩子的教育上，并逐渐明白了如何去平衡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阿丽不再对爱情心存幻想，但也没有完全拒绝它。她只是明白了，幸福不再是由别人来定义的，而是由自己去创造的。她学会了在关系中保持自我，不再过度依赖别人，
也不再为了维持一段关系而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快乐。当你经历觉醒之后，不妨重新定义你与他人的关系，不要把幸福的钥匙交给别人，而是握在自己手中。用一种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关系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和自由。一个人真正的觉醒是对所有关系的绝望。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悲观，但它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智慧。只有当你在绝望中看清了关系的本质，你才会真正明白，生活的重心并不是依赖他人，而是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。觉醒的过程可能会让你感到孤独和痛苦，但它最终会带给你自由和力量。学会在失望中保持幽默，学会在绝望中找到自我，学会在觉醒后重新定义你的关系。这样你将不再害怕任何外在的关系变化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内心最坚实的支撑。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，愿你能在绝望中觉醒，在觉醒中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毕竟最终能陪伴你走到最后的，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，你都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。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